中东7国或齐聚北京，美国发现不对劲儿，中国在下一盘大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中东7国或在北京举行领导人峰会，美国发现了不对劲儿，中国似乎在下一盘大棋。美国又收到了一个来自中东的坏消息：今年内中东领导人峰会或在中国召开，其中7个中东国家领导人会齐聚北京，包括6个海合会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。据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消息称，中国正在计划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峰会。伊朗和海合会的6个阿拉伯国家将罕见地坐在一张桌上交流，所以这场中东领导人峰会更应该被称为海合会伊朗峰会。报道称，事实上，早在去年的12月，中国就分别向海合会与伊朗提出了举办一场峰会的倡议，但当时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恩怨还悬而未决，导致中国的倡议一直没有得到双方的回应。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在中国的努力下，沙特和伊朗破天荒地在北京握手言和了，这简直出乎全世界的预料，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国。国外媒体铺天盖地地形容美国都办不到的事儿，反而让中国给办成了。甚至有媒体断言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东转了。所以，这次中国促成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峰会，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而且在我看来，这次海合会伊朗峰会，相比于沙特和伊朗的双方的握手言和，更加具有实际意义。伊朗和沙特重新恢复外交关系，称得上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，但还算不上中东的胜利。就如中方说的那样，中国在中东不追求任何私利，这一点美国是难以理解的。在美国看来，中国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平衡中东局势，是因为想将中东当作全球大国路上的垫脚石，同时又因为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，中国不得不寻求一个能够补充俄罗斯空缺的能源供应商。只能说，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已经深入骨髓了，根本理解不了中国的战略布局。而这次中东领导人在北京召开峰会的消息放出，或许美国现在才发现了不对劲儿，中国似乎在下一盘大棋。调停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，只是中国中东战略的第一步，也是反霸权战略的第一步。沙特和伊朗是中东的起点，而中东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起点。一旦这次峰会举办成功，未来将很有可能在中国常态化举行。中国想要的是在整个中东建立起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框架。据了解，这次参加峰会的阿拉伯国家有沙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、科威特等等，这些国家基本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。在货真价实的利益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下，未来中东的稳定局势是完全可以预见的，这才能算得上中东的胜利。而中国呢，也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炙手可热的和平使者，与美国霸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中国深知，光喊口号是没用的，所以必须争取在国际上与美国斗得旗鼓相当，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。中国正在下一盘大棋，等美国反应过来，已经是为时已晚了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